大家好，我是阿发布子。今天我们来讲新北有什么好玩的景点。那么我们先从新北的交通枢纽新北高铁站开始讲起。新北高铁站位于板桥，车站的旁边就有火车站和捷运站，转乘很方便。站内有一个环球百货，附近还有力宝百货、远东和大远百。每年接近圣诞节和跨年的时候，会在市民歌场这里举办圣诞城，会有市集和演唱会。这期间来板橋的游客会爆炸多。旁边新北市政府的32楼有免费的观景台，可以看风景和夜景。33楼还有景观餐厅，菜单的价位大约是在300到400元左右。去之前好像是要先定位才可以。搭捷运到府中有个府中商圈可以吃饭，这里的餐厅大部分是异国料理，想吃在地小吃的话，可以去另一边的黄石市场。不过这个市场是早市，礼拜一会休息。市场的旁边还有林家花园可以逛，这里也是礼拜一休息，而且要收门票，大概可以逛个1-2个小时。晚上的时候则有南雅夜市可以逛，这夜市观光客比较多。板桥的另一个裕民夜市则是在地人比较多，所以价位也会比较亲民，但2个夜市都算不错，有机会的话都可以去逛一下。裕民夜市附近有一个英文特区，园区内有玩具博物馆和湿地博物馆可以参观。玩具博物馆要收门票，1张50元。走过新月桥到新庄有新庄药街夜市，但这里已经没落了，现在沿路都是娃娃机店。再往上走有一间宏卫百货公司。接着我们往三重的市区走，会有一个三重眷村。现在这个眷村是文创基地，里面有旅馆、餐厅和酒馆，假日也会有不定期的市集活动。眷村附近有一个三和夜市，这夜市早上是传统市场，晚上才是夜市，里面吃的、玩的、穿的应有尽有，很热闹，非常推荐。搭捷运往上走，还有一个庙口夜市也不错，而且这2间夜市每天晚上都有营业。中间还有一个徐汇百货，亲子家庭的游客还可以去大都会公园，这公园超级大，很适合带小朋友去放风。接着我们往上走到林口，从林口捷运站一出来就有环球百货、三井Outlet和西进广场3间百货公司。礼拜3和礼拜6晚上会有林口夜市，这夜市虽然是在地夜市，但是规模比想象的还要大，所以其实还不错逛哦。那来林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吃林口发电站的冰棒，有11种口味可以选，一袋是65元，一支是13元，但是它只有在夏季的4到10月份左右有营业。而林口的海边大峡谷那里有个水牛坑可以拍照，除了拍风景照之外，这里真的有机会看到水牛，有人会来这里放牛。接着到八里这边有一个13行博物馆，可以看13行文化的史前遗址。最后就是八里老街，八里老街和淡水老街很像，但是没有淡水老街大，不过也还算不错。接着我们回到板桥，并搭火车前往莺歌。中途有个树林车站，车站的旁边有个树林小夜市和秀泰影城。春天可以来大同山看樱花，另外旁边的大洞山也有很多看夜景的好地方，像是百年大榕树，这里就很不错。最后来到莺歌车站，新北美术馆和艺术村都在这里，还可以爬步道去看莺歌石。最后就是陶瓷博物馆和莺歌老街，这老街有很多碗盘折瓷器，如果你没有要在这里体验拉坯或购买这里的瓷器的话，很快就会逛完。想吃东西的话，推荐去旁边的三峡老街，摊贩会比较多，2个老街的距离也不会很远。那在三峡老街这里有展览展示中心和历史博物馆，每年7、8月的时候会举办三峡展览节，可以来体验展览。晚上的时候可以去鸢山看夜景，这里的视野很好的。
4、5月的时候，听说会有萤火虫可以看，途中会有鸢山大钟。往更山上走，比较有名的景点是五寮尖山和满月园森林园区。这个园区内地势高低落差大，因此拥有很多大小不一的瀑布。那么如果是抵达板桥后往旁边的中永和走，途中会经过南山百货。永和最代表性的景点就是乐华夜市，这夜市好吃的摊贩真的太多了，个人觉得完全对得起新北第一夜市的美名，真的非常推荐。夜市附近还有一个 Beyond 广场可以逛街，它的1楼旁边有一个世界宗教博物馆，要收门票200元，开馆期间的下午2点都会有定时的导览。捷运另一边的823公园，也就是4号公园，因为占地很大，很多假日市集就会选在这里当举办地点。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个二手市场，真的是什么都有。喜欢怀旧复古东西的游客一定会喜欢来这里挖宝。往下走到新店，还有人权博物馆和玉龙城百货公司。另一边的缅甸街有很多泰国、越南、云南的餐厅。每年4月的时候，这里会举办泼水节，会有很多游客可以边玩边品尝南洋美食。晚上的时候可以去福德宫这里看夜景，能俯瞰整个台北地区，非常漂亮，很推荐。接着我们往乌来走。在前往的途中，我们可以先在桂山发电厂的冰品部休息吃冰。登汀口发电厂的冰品部一样，只在4到10月的时候营业，口味上的选择也不少。最后来到乌来这里，除了有泰雅族博物馆和乌来老街，还可以到旁边搭观光列车去乌来瀑布，一张的车票是50元。他们有固定的时刻表，是人潮的多寡发车，每月的第2个星期二是保养日，会停驶1天。那到乌来瀑布后，可以到林业博物馆这里逛逛，这里除了很常举办 DIY 教学，还是观看乌来瀑布的最佳点位。往上走，经过内洞森林园区，就会到福山泰雅族部落，你可以沿着溪流四处散步走走。这里也是赛德克巴莱的取景地，但是饰演莫纳努套的林庆台牧师已经从福山教会调去其他地方了，来这里是看不到他的。接着我们来到深坑，深坑有一个深坑老街，这老街的特色就是来吃各种豆腐料理，烹调方式从煎炸蒸煮到红烧无所不包，搭配周边点心可以边逛边吃。走这条路线可以顺便去坪林和石碇玩。石碇老街有名的也是豆腐料理，可以吃个豆腐冰淇淋或豆腐蛋糕。那深坑老街除了吃东西，还要去看的景点有吊脚楼、见天街、百年石头无河、淡蓝古道。接着就是坪林老街，这老街不长，主要是以茶叶闻名，可以来买茶叶蛋、茶叶蛋糕、茶叶蛋卷和茶叶牛轧糖。附近则还有茶叶文化馆和博物馆。想看风景的旅客可以到观音台这里观赏坪林的景色。再往上走，有一个可以下去玩水的地方，这里的水很干净，旁边还有自行车车道可以散步走走。那在4、5月的时候，还可以去坪林看萤火虫。观看的范围是从关于步道到坪林吊桥车段，旁边还有带鱼步道和金瓜寮步道，可以骑自行车或散步看风景。在更上区的千岛湖和鳄鱼岛也是风景秀丽的地方。这区域还有山羊洞、樱花步道和银河洞可以去走走。在另一边的南山市景观台是看日出、聚落和云海有名的地方，会有摄影师来这里蹲日出和云海。它旁边的火烧山也是看日出云海的地点之一。往上走到汐止有一个远雄百货，那汐止这里有4个夜市，不过规模都不大，有路过的时候再去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搭火车到瑞芳车站，这个车站是转乘到九份、金瓜石和平溪线的重要交通枢纽。下车后可以去车站前面的美食广场吃东西补充体力。那么就如同刚刚说的，以瑞芳车站为起点，有2条路线可以玩。第一条路线是去九份、金瓜石和水南洞，那因为这3个地方火车无法到达，所以可以改搭乘台湾好行去九份老街和金瓜石。九份老街非常热闹，游客超多，有听说来到九份可以去九份、阿妹或水星月这些茶楼看风景，但我来这里都只是到处逛逛和吃东西，所以想去的人要自己上网看一下别人分享的心得。晚上这里的夜景也非常棒，是个早上或晚上来都很适合的景点。那刚刚有说台湾好行最终站是黄金博物馆，来这个博物馆除了看矿业和黄金的知识，最重要的事情是去摸他们的镇馆之宝，一个重达220公斤的大金砖。另外还推荐去参加他们提供的3个体验活动，你可以进到之前的矿坑内看看之前矿工的生活场景，那现在的矿坑内部都很明亮。然后掏金体验是我之后才知道能够真的掏出东西并带回家，只不过掏出的不是黄金而是砂金，不过听起来还是很有趣，下这个时候会去试试看。最后就是入园要收80元门票，每月的第1个星期一会休馆。这个博物馆附近还有奇塘老街和乌尔察虎山。奇塘老街不像九份老街那么繁华热闹，商业气息很淡，适合喜欢慢步调的游客在参观完黄金博物馆后来这个山城走走，一路走到抱石山上可以看到金瓜石最美的风景。接着我们要往水南洞前进，这时候就要转乘台湾豪行的福隆线，从黄金博物馆上车，除了能搭到水南洞，还可以搭到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贡寮。途中的第1个景点是黄金瀑布，大概停留10分钟观赏和拍照就可以了。到达水南洞之后，最主要的景点就2个，13层遗址和阴阳海。晚上的时候13层遗址会点灯，金灿灿的非常美。虽然晚上的时候在水南洞游客中心和附近的观景台可以远眺这个遗址，但是不管是看遗址还是阴阳海，早上还是晚上来，最佳的观看机位就是要在这个长人亭。来水南洞一定要来这里。另外在联动国小这里有一个2层楼高的溜滑梯，假日的时候会开放让游客进去游玩。结束这里的行程后，就可以往贡寮走。中途我们可以在南兴宫这站下车，走8分钟到南雅奇园这里，跟黄金瀑布一样要来这里拍照纪念。到鼻头角的时候，如果不想走鼻头角步道，可以从鼻头角公园走另一个秘境步道到灯塔。这条路线风景超无敌，但需要爬上爬下，还要注意潮汐，不太适合有小朋友或年长者的游客。旁边是龙洞湾海洋公园，听说这里可以浮潜，但不知道体验感如何。往下走到福隆，除了搭乘台湾好行，这里终于有火车站，可以直接从瑞芳车站搭火车来这里。它旁边的福隆沙滩在5、6月的时候会举办沙雕季，每年主题不一样。紧接着7月的时候还会接着举办贡寮音乐节，可以来听演唱会。那到福隆车站还可以到车站前的脚踏车店租脚踏车骑，我记得租1天大概是100到200元，然后沿着草岭隧道一路骑到出口这边，会有一个观景台可以休息，还有一些摊贩也在这里。福隆车站往下走有一个海洋富裕区，开放游客在平日下午2点预约参观，整个导览大约80分钟。最特别的是它有一个触摸池，你不需要去屏东海参馆也能摸到海星、海胆等海洋生物，很有趣的。
最后还有一个灯塔能免费参观和拍照。那么我们回到瑞帆车站这边，它上面是深澳渔港，傍晚的时候可以来看夕阳，也可以来这里夜钓。费用大约是每人3500到4000之间，依季节不同会有不同的渔获，像是白带鱼、煎鱼、金花鱼等等。另外，之前这里有象鼻岩可以看，慕名而来的游客很多，但好像已经风化断掉了。要看象鼻岩的话，只剩下刚刚鼻头公园讲的小象鼻岩了。最后就是这里有铁道自行车可以坐到八斗子，单趟是150，来回则是300。好的，第一条路线终于讲完了，接着我们讲第二条路线平溪线，一样是从瑞芳车站出发，然后搭火车到猴硐车站，车站前面有一个整美厂遗址，后方则是有名的猴硐猫村。除了沿路有很多猫咪可以看，还开立了很多咖啡厅。另外，从猴硐车站的前站出来后往右转，沿着材寮路一直走，会到达矿工文史馆、生态馆和博物馆3馆，可以进去里面看里面的展区或展品。最后就会到矿工宿舍这边，它后面有一个观景台，可以近距离的观赏火车，铁道迷可以来这里拍照。另外，文史馆的矿坑口是不开放进入参观的，想入内参观矿坑的话，可以走到对面的复兴坑，就可以进去看矿坑内长什么样。再往下到三貂岭车站，这车站也是一个转乘中继站。我们要先补充一下，牡丹车站和三貂岭车站之间有一个生态隧道，可以去散步或骑脚踏车，沿路能够看到热带植被、萤火虫和蝴蝶。但因为这里也是蝙蝠的栖息地，所以也能看到蝙蝠。不过给人走的步道旁边会打光让你看路，实现一个人和动物共生的环境。但去之前一定要先线上预约，不然预约额满是不另外开放候补的。再来，牡丹车站的路上还有一个不厌亭，也是看日出日落云海的好地方。最后就是三貂岭车站旁边有一个步道，爬上去就可以看到瀑布群。接着我们讲十分车站这边，车站旁的十分老街，除了有火车从门前经过的独特场景之外，还可以来这里放天灯。每年元宵节的时候，十分车站和平溪车站附近还会举办平溪天灯季，有兴趣的可以来参加。旁边有一个煤矿博物馆，一张门票是200元，好像包含矿坑参观和小火车搭乘到月台公园的样子。中间的煤矿博物馆好像是新开的。最后十分还有一个十分瀑布可以去。往下走到平溪的路上，则还有望谷和菱角2个瀑布，然后就会到达平溪车站。那来到平溪车站这里，除了放天灯和逛街，还可以选择去爬孝子山。接着就会到金铜车站，那么金铜车站一样有一条老街，老街的附近还有矿业生活馆、天灯馆和平溪招待所。那天灯馆的外面有一个天灯造型的 LED 灯，可以投放自己的照片或祝福语，但好像要另外收费。最后要补充的是，如果不想以搭火车的方式来平溪这里，也可以选择搭乘台湾好行平溪线过来。讲完了新北南边的景点，接着我们来讲新北北边的景点。我们从淡水开始讲，在红树林站那里有一个红树林步道可以散步，接着我们就会到淡水捷运站这边。一出站就是淡水老街，除了来吃阿给，还有潮仔果、虾卷等小吃可以去品尝。早上来的话，也可以去清水街的早市吃台湾的小吃。旁边的金色水岸自行车道可以散步看夕阳，还会有不定期的街头艺人表演。往前走就会看到淡水红楼，目前这里已经变成餐厅，不过很多人来这里拍婚纱照。它旁边的重建街在每个月的第2个周末会有文创市集可以逛。再往前就是一些古迹和博物馆，
例如说有淡水博物馆、税务官邸、红毛城和一滴水纪念馆等等，可以一直走到底去渔人码头这里看海景和夕阳。跨年的时候这里也会放烟火。最后就是在淡江大学这里有一个海事博物馆，里面展示的一些中西方的船舰模型。从这里往上到大屯山那边有蔡公坑步道和二子坪步道。2到3月的时候可以去旁边的樱花谷赏萤。途中呢，新华驿站除了展示一些战机和战车之外，还有一间咖啡厅，可以把这里当成休息站。而三芝甜心有山水倒影可以看，是个5分钟的拍照打卡点。再远一点还有另一个赏樱步道。接着我们就要往沿海走了。不是自驾来的旅客可以搭乘台湾好行的环贯北海岸路线，从浅水湾到野柳这段路上重要的景点基本上都会路过。那么第一站浅水湾就是北海岸夏日消暑的圣地，有不少游客来这里戏水冲浪，附近还有咖啡厅和餐厅，可以在傍晚的时候边喝咖啡边看夕阳。或是单纯去芝兰观景台或后厝渔港这里看海景和夕阳。下一站三芝游客中心的附近有个艺术村，有民宿和咖啡厅，旁边还有很多步道。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三生步道在2到3月的时候有樱花可以看，其他呢就随意走走即可。下山之后就从白沙湾一路玩到石门洞。台湾好行在这段也几乎都有停，而绿石槽这里在每年3到5月会展出来，海水退潮的时候可以搭配着夕阳或日出一起观赏这边。接着我们前往金山，途中会路过邓丽君纪念公园、朱明美术馆和中角湾沙滩。7、8月的时候有黄火季。爬上旁边的狮头山，这里可以远眺烛台双屿和神秘海岸，视野很开阔。接着就去金山老街吃东西，这里有名的小吃是鸭肉、鹅肉和地瓜。最后金山也是有名的温泉圣地，想泡温泉的游客也可以来这里。我们继续往下走到万里，沿路会经过台电北部展示馆和国盛海滩。那么台电北部展示馆和南部展示馆一样，里面有一些互动式展品和 3D 剧场。当然最重要的是来吃这里的台电冰棒，你可以边吃冰棒边坐在2楼的观景台看海景。然后我们终于来到了终点站万里，可以去龟吼渔夫市集或者是这附近吃海鲜。这里最有名的海鲜是螃蟹，主要是吃花蟹、3点蟹和石鲟。旁边的维纳斯海岸到骆驼峰和渔港这里就是沿路看海景。最后就是去野柳公园看女王头。虽然夏天的时候这里很热，还要注意防晒，但我觉得这公园真的很棒，是整个北海岸最需要来的景点。这景点需要收门票，一张是120元。它旁边有个小小的海洋公园，但我没有进去过，也是要收门票，一张是480。以上就是新北景点的大致情况。住宿的话，就从上面想去的景点附近找就可以了。希望这部影片对你们有帮助，我们下部影片见。